今天来到位于新庄的城乡社，来进行在地人的故事采访。这间店不仅传承传统，更打破我们对商品的刻板印象。一起来听听老板娘的故事吧。黄老板你好。你好，我们是明志科大行社学程的学生，很高兴您能接受这次的采访。然后我们这次想要采访的是在地人的故事，想请黄老板能先简单介绍你自己。我从小就出生在卖香的环境，在我们的住家2楼有一个工厂，师傅就在2楼工厂做香，都是粉尘的环境，所以那时候觉得香铺这个行业还蛮老派的，而且有点太过于传统。一路到我大学毕业出社会，我其实蛮抗拒做这个行业的。那后来我出社会有去做国际贸易的业务助理，我从不太会讲英文到后来可以跟外国客户对谈这样子，但是因为个性的问题，应该讲责任心太强对，回家都在回信，有一阵子就觉得有点疲惫了，那所以就觉得说好像应该可以自己出来做一点事情。本身就有一个算是后援，因为我大哥在做沉香、檀香还有那些萧楠啊，他的那些工艺品，二哥是在做批发，将这些拜拜的香品批给北台湾的店家。其实我要出来马上做一个店铺，其实也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但是我并不想要过。我妈妈就是顾店的时候，就是说一年她只休大年初一早上，因为带我们回去拜年，所以她364天都在顾店。我就是很抗拒这样的生活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自己创一个品牌。我就跟我先生一起出来，我先生他是硬体设计工程师，我们就去算命啊取名字啊，做了一个城乡社这个品牌。我们出来之后，第一个平台是 PC Home 商店街。其实我们在 PC Home 商店街有一个蛮大的进展，就是说2011的时候在美国很难买得到香的东西，我们是因为那个契机去到 eBay 开店，我就上去放了一些产品。这一个行业的英文是完全的跨领域，跟我以前的认知不一样。你们知道香英文怎么讲吗？应该也不太会知道，这一个领域是完全的不一样。所以那时候我放上去之后，我就是让客人来教我英文，因为客人会问我问题，问题就是跟香有关的。就刚好也遇到一个澳洲人，蛮好玩的，他除了买卖之外，还会偶尔问我说Selina 你是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问了一些问题。然后后来我也很大脸的，我跟他说不好意思，香味这种英文啊很难讲，酸甜苦辣这些英文我真的不会讲，可不可以告诉我那句话怎么说？其实就变得有点像上英文课。在2016那个时候，我们都有在展览到疫情那一年，一个展览我们东西很多很杂，要搬过去其实是很恐怖的，每次只要展览一次我们就兵荒马乱。所以后来我还是 focus 在网络台湾的客人跟有需要买我们东西的外国人这样子。对于您在以前读书的时候有什么深刻的记忆吗？其实我不是很会读书，混了一个大学毕业出来就找工作的时候，就是去食品机械的公司，在那边待了6年。那个6年的经验呢，会比我读书还要有记忆点。我其实是接电话的，所有事情都是找第一个，然后外国人进来，在老板还没出来之前，你就要跟他讲话，然后可能就是问喝茶喝咖啡，从这边慢慢的英文开始讲起来。记忆比较深刻的是应该是被泰国人讲了一个单字厚度 thickness， 电话里面他就一直说这个东西的厚度是多少，然后我就说 thickness 什么是 thickness 然后我真的很慌，因为对方是要机器很急的一件事，一定要马上知道答案，所以我只能支支吾吾的把电话转给我那时候的经理。那时候我经理就挂完电话就把我叫到里面去，他就说你这个工作以后很容易被取代。事实证明真的是这样，现在直接是 AI 客服。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不能够就只有一直在前面接电话，因为我胆子还蛮大，所以我就不管我说对还说错，我就一直说。老板娘就觉得说好像蛮敢的，慢慢的把地区的客户交给我，让我去跟客人联络。我觉得个性会造就你之后的所有的路。学历在第一个工作很重要，敲门砖。对，因为我可能连进去都没办法进去。试用期过后，其实就是要看你自己了。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城乡社遇到哪一些挑战？我们的挑战遇到蛮多的。在我开始选择不展览了之后呢，因为台湾市场不大，尤其是我们这个行业，它除了拜拜之外，其他就是比较偏向于生活熏香这个部分，它其实是更小众，所以我们的竞争是蛮大的。有一些同业就是后劲很强，他们蛮肯花在广告上面的。我反而在于广告这一块我比较慢，我的优势应该是从我们店出去的香一定是我们审核过的，参差不齐的不会让它出去。在推广香的文化中，有没有什么认知是你想要帮香平反的？大家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认知。蛮多的。这应该要讲到某一年我去上海展览，那边的像这样的圆圈圈的香啊，一定是在厕所底。那时候有一个还不错的客人，他跟我买了一些东西，然后我一直跟他说很多盘香，你不考虑盘香看看？他就说什么是盘香？他们把盘香说成盆香，盆子的盆。他说这厕所点的我说这不是厕所点的，为了不
是厕所点的这个东西跟他争论了很久，他只是形式不一样，然后他可以点比较长的时间。他们那时候一直说你这个不会有市场，那时候为了要跟他们推广这个盘香讲超久了，那我也的确把盘香带去展览，但也的确没有人问，因为他们都认为那个是厕所点。那到现在他们那边一大堆盘香就是流行起来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因为我后续就比较没有在展览，像展览我也有去过韩国展览，我觉得蛮好，蛮大的挑战。韩国的用香文化又跟我们不太一样，非常非常小部分的人才知道真正的用途是什么。你有什么特别的人生观或座右铭吗？就是不能懒，就是一直动，一直学。城乡社在新庄深耕的点滴，以及想要向大众传达的理念是什么？你问这个问题非常好，是因为在新庄呢有那个5·1，农历5月1号是大众爷生日。我之前的店在思源路上，有一个我不知道他是哪一个国家来的，他就是外国脸孔，20出头岁，他吃素。他说他接下来要去机场了，然后问我说这附近有没有得吃，我就说这么刚好，你来的时间刚刚好是我们这边1年1次的祭典，路上都有福食可以吃，带你去体验一下。他去的时候那个分享福食的我们 local 的人就说笑脸这个都可以吃，免费吃，就那个画面我有拍起来，很特别。如果说像5·1有这样的活动，我也可以在粉丝页跟他们讲说这边可以带你来体验一下。现实的问题是年轻人可能比较不会参与，但是现在慢慢有一些 YouTube 有在介绍，我觉得是蛮可以去颠覆一下祭祀啊，或者是一些传统文化的改善。对于相同想要创业的年轻人，如果想要给他们一句话会是什么？不要害怕去贷款，因为你没有试过你就不会有机会。我以前会觉得说有多少钱做多少事，现在我会觉得如果我真的想拼，就是没有试试看你怎么会知道。对于城乡社的未来，您会有什么样的蓝图与梦想？希望能够持续做，但是呢很难避免的就是台湾做香的这个环境不是那么友善。这个香呢在我爸爸那时候就有说香能够做多久不知道，所以到现在我不小心还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，我也是抱持的一样的疑问了，就是香还能做多久我真的不知道，但是我就是会跟着他一起走完，以后有什么不一样的火花也不知道。好的，谢谢老板。好，我们今天的采访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想请老板和我们一起拍一张大合照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老板娘在采访过后带我们体验了转香，就需要静下心来才能做得好。我们也成功做出来了。这次的采访让我们学到很多，对香的文化也有了全新的认识。以上是我们的采访，谢谢大家收看。